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一觉醒来天塌了，李凯欣辱华风波升级，杨紫竟成前车之鉴。你辛辛苦苦拍了2年的戏，拼了命的上阵，结果却被合作演员一脚踹进坑里，这滋味你敢想吗？这不是段子，而是诚意最近的真实遭遇。2025年6月，本该是赴山海热播的日子，可女二李凯欣的一段辱华录音直接把剧给炸了，延播风波席卷网络。诚意这回真是人在横店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更巧的是，杨紫也曾因合作失德艺人被坑得够呛，两人这荧幕 CP 硬生生成了内娱最冤种难兄难弟。这事让我咋看咋觉得窝心，演员失德，凭啥让无辜的人背锅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出闹剧，看看他咋把一部好剧搅得鸡飞狗跳。诚意这2年在横店的日子，简直是拿命在拼戏。2023年初到2024年底，近2年的时间，他扎根赴山海剧组，拍的那叫一个不要命。武打戏多到爆，他愣是亲自上阵，连替身都不用。有一场吊威亚的高空戏，他肩部韧带拉伤，疼得直冒冷汗，医生让他歇1周，他咬咬牙还是回了片场。为啥？就想给观众最真的打戏。结果呢？2024年中国影视剧组平均拍摄周期才4到6个月，诚意这戏拍了快2倍的时间，硬生生把心血砸进去。可李凯欣这颗雷一爆，剧延播了，他的努力眼瞅着要打水漂，我咋想都觉得憋屈。诚意这事让我想起那句老话，种了人家的田，荒了自己的。他一门心思为戏好，结果却被队友坑得满地找牙。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损失，观众盼了2年的剧也跟着遭殃。你说这公平吗？再说李凯欣这位新加坡籍的小花，平日里甜美可人，谁能想到背地里这么2面3刀？6月28日，一段他辱骂中国人的录音在网上炸了锅，内容恶劣到让人牙痒痒。早年他还把春节改叫 Lunar New Year， 被网友嘲成精分式爱国。更离谱的是，2025年某综艺里，他还当众笑内地演员口音土，嚣张的不行。这回录音一出，网友直接炸了，骂他白眼狼吃里扒外。李凯欣团队也不是吃素的，6月28日就找了公关公司，打算靠发慈善新闻洗白。可录音内容太恶心，网友不买账，话题愣是刷爆了热搜，公关团队自己还内讧了。社会学家张教授曾说过，公众人物的道德底线直接影响行业的公信力。李凯欣这波操作不光毁了自己，还把赴山海拖下水。我看他这事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自作自受。可怜诚意和娜扎，平白无故被他连累。说到被坑，诚意还真不是第一个。杨紫早几年也踩过同样的雷，合作的艺人失德，拍好的剧直接雪藏血亏。他和诚意这对青云志沉香如屑的荧幕 CP， 如今在现实里也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。4月12日，杨紫听说诚意的事，立马私信他，聊了自己的经验，还劝他别灰心，赶紧专注新项目，合作对象的擦亮眼。这友情真是暖到心里去。2025年有个数据挺扎心，娱乐圈因演员失德导致项目延播的比例高达 15%。这说明啥？行业里这种坑队友的事压根不少见。诚意和杨紫的状态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无奈。他们俩这遭遇活脱脱是背黑锅的冤大头。不过杨紫私下鼓励诚意的细节倒让我觉得有点暖。娱乐圈再乱，好歹还有真友情顶着。你说他们这算不算患难见真情？赴山海的剧组这回也够头大。
李凯欣的戏份比女主娜扎还多2倍，想删她的戏，那难度不亚于拆了房子种钙。爱换脸听起来高科技，可成本高的吓人，效果还未必好。影视后期专家王老师说，硬删或换脸，剧情容易断层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剧组现在是进退两难，娜扎和程毅的戏份也被迫调整，苦不堪言。粉丝这边更不省心。6月28日起，程毅的粉头们搞了个守护程毅的话题，曝光李凯欣的黑料，喊着要剧组把他戏份全删。话题热度直接冲上热搜前3，抵制声浪一波接一波。可粉丝越急，剧组压力越大，剧情改得乱七八糟，观众最后还得骂剧组不专业。这事让我想起那句俗语：热锅上的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剧组、演员、粉丝个个被李凯欣这颗老鼠屎搅得不得安生。程毅团队这回也学聪明了。6月28日，他们开了个内部会，决定以后选角的把艺人的背景查个底朝天，尤其是海外艺人，道德条款的签得严严实实。这决定直接影响了程毅2025年新剧《侠客行》的选角，听说已经 pass 了好几个有风险的演员。这操作活脱脱是吃一堑长一智。我看这是把程毅是真被坑怕了，干脆自己搭个防火墙，省得再被队友拖后腿。李凯欣这出闹剧毁的不只是一部剧，更是娱乐圈对艺人道德的底线。演员的管好自己的嘴，剧方也得把好选人关，观众更得擦亮眼，别被人设蒙了眼。程毅和杨紫这对难兄难弟的坚持，总算给这乱糟糟的圈子敲了记警钟。娱乐圈这趟浑水，谁都得悠着点。文章描述过程，图片都来源于网络，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，无低俗等不良引导。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，请及时联系我们，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。如有事件存疑部分，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。